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中国一直都是以大国、强国自居，在体育方面也是如此。如果是单单从国际比赛成绩来看，中国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体育大国。自从中国80年代开始参与奥运会以来，成绩每都是名列前茅，更是在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的主办权，并取得了金牌数第一的亮眼成绩。但是这就意味着中国是体育大国吗？这些所谓的奖牌跟人民没有任何关系。体育的发展在中国根本就不被重视。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 1.66 平方米，而美国的人均体育场面积为16平方米，人口密度更高的日本甚至还达到了人均19平方米。更别说中国的大部分体育场地均不对外开放。正如网友 Lin Misery 所说，我上初中的时候起特别喜欢打篮球，特别喜欢 NBA。 然后有一天休息，我跟朋友2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找篮球场，去了好几个地方都不让我们进去，连我们自己上学的学校周末保安也不让我们进去打篮球。当时我好气，凭什么自称那么强大的国家，连我打个篮球的地方都没有？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这个国家没有哪一寸土地是属于我的。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从东京奥运会讲起，揭穿中国所谓体育大国的谎言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啊，谢谢。最近在东京奥运会上，我们不仅欣赏了各种高超的体育技能，同时也看到了各国运动员的飒爽英姿。网友总结了各国的美女运动员，异域风情的各式各样的美女让我们很是开眼。但是中国的女运动员却不男不女，除了女篮，还有刚刚获得金牌的举重冠军，还有这是中国国家队4×100获奖的女子队员。有很多网友怀疑是变性人，但是变性人参加奥运会还是有诸多限制的。而且中国体委还发表过声明，说该女子接力队员都是货真价实的女性。我也相信她们都是女性。中国还没有变性人公开参加体育赛事的先例，他们身上的一些男性特征应该主要是食用雄性激素所致。我们这样的怀疑完全是有历史依据的。曾经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孙杨，2014年被检测出使用违禁药物，曾轰动一时。中国游泳队使用违禁药物已经臭名昭著，几乎每次比赛都有运动员被抓包。另外，中国的举重队多名奥运冠军被禁赛，金牌取消。还有以前轰动全国的马家军事件涉及的中国长跑队，马俊仁是90年代中国辽宁女子长跑队的教练，还曾任职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、辽宁体委副主任等。他带领女子长跑队拿走了当时大部分的金牌，多次刷新世界纪录，马家军从此闻名。但他一直强迫队员服用大量的违禁药物和激素，并进行精神控制和肉体虐待。后来马家军被媒体曝光，从此被封杀。但是马俊仁却功成身退，在2004年正式退休，现在还任中国藏獒协会主席，家中收藏众多名贵文物，在沈阳郊外的别墅安享晚年。使用兴奋剂、激素等各类违禁药物，在中国体育界是一种集体性的、系统性的行为，而这也仅仅是中国体坛黑幕的冰山一角。发展体育的目的本应该是为了民众娱乐身心和强身健体，但是在专制的中国，体育管理实行的是举国体制。举国体制是在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下配套出来的一种管理模式，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源和力量，集中选拔、培养和训练专业运动员。在这样的制度之下，发展体育以拿奖牌、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催生出为了成绩而不择手段、不惜一切代价。这在同样是专制的共产主义举国体制的苏联和东德也得以体现。苏联和东德曾经创造了奥运会的金牌神话，特别是东德，仅仅1000多万人口的小国，在多次奥运会上拿到的金牌数量力压美国，仅次于苏联。在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之后，大量的机密文件被公开，苏联和东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，由政府组织对运动员进行系统性的使用禁药和激素，长时间的服药导致运动员身体被摧残，生育畸形儿，甚至几百名运动员因此死亡。前东德铅球运动员海蒂·格里克因长期被迫服用药物，最后不得不接受变性手术。两德统一之后，东德神话被打破，德国从此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数一届不如一届。与其说是德国体育江河日下，不如说是慢慢的回归正常。体育不再以制造金牌为目标，而是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。现在的德国，每3个德国人就有1个是体育俱乐部的成员，这个数字更能说明什么是体育大国。体育的根本是群众体育。举国体制的模式发展体育会造成以下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国家每年花费大量国民财富，集中用在选拔和培养精英运动员，
也就轻视了国民大众对体育资源和强身健体的需求。比如在中国，公共体育场所不足，并且不对外开放。第二，选拔大量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，从小的培养，使得这些专业运动员在退役之后，文化水平不高，缺乏生存技能。只有少数人能拿到金牌或者成为体育明星，退役后生活有一定保障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讲，退役就等于失业，而且很多人还因为过度和残酷的训练落下一身疾病，生活更是艰难。冠军拍卖金牌、乞讨、生病无钱医治等事件太多了。运动员被所谓的国家利益和为国争光所绑架，而他们只是国家体育试验的棋子。大部分人最终浪费了几十年的青春，成为了这个制度的牺牲品。第三，举国体制下的体育就是政治干预，导致了系统性的腐败，形成了明星运动员、教练、体育官僚等庞大的腐败利益链条，各种潜规则、收受贿赂、操纵比赛、收买对手、滥用药物等非常普遍。其中，官员领导操纵比赛、让球、内定比分的事情，几乎每个运动员都有经历过。中国著名的乒乓球选手何智立在比赛中没有听从教练的安排让球，虽然最后夺得冠军，但是受到了严厉的处罚，被迫退役。退役之后，何智立嫁到了日本，改名为小山智丽，在1994年的亚运会上复出，代表日本队打败了中国的世界冠军邓亚萍，夺得了金牌，因此被中国观众称为汉奸卖国贼。还有，中国为了拿奖牌，操纵运动员的年龄，一般都是把年龄改小，但也有的项目需要改大，比如国际体操规定最小年龄为16岁，但是未成年在柔韧性方面有优势，所以中国体操运动员普遍虚报年龄。国际体联做过多次调查，中方从出生证明、学籍等各个方面做到滴水不漏，但是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。女运动员董芳潇在1999年参加体操世锦赛的时候，因为年龄不够，所以进行了虚报，后来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又把年龄改了回来。没想到时隔10年，国际体联一直记着这件事，取消了他的个人成绩。中国体操协会发表声明说这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但当时的董芳潇仅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。更大的体坛腐败就是广泛使用兴奋剂和激素，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详细讲过。利用中共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和存在既合理的价值观来讲，举国体制当然也是有好处的，不过只是对于专制政权来讲，奥运会的金牌就跟朝鲜的核武器、中国的载人飞船一样，能成为被洗脑的人民的精神鸦片。这些人即便是在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的情况下，也能开心地进行自我麻醉。我们的高铁有多快，飞船能上天，金牌世界第几？人民沉浸在这些精神鸦片里，就会失去监督政府的能力和关心自身权益的意识。中国体坛的黑幕爆料出来的还只是整个举国体制下的冰山一角，只要这个体制还在，中国的体育就不会好，人民就不会享受到体育作为娱乐身心和强身健体的初衷，中国也不会成为体育大国，更不可能成为体育强国。我们期待更多的内幕，像苏联和东德一样，等中国解体之后，更多的真相自然会公开给世人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期节目我们通过网友的分享揭示了中国五花八门的各种歧视。网友崔维洛说，中国有种影视桥段令中国人乐此不疲，就是某甲单凭外在条件瞧不起深藏不露的某乙，想不到某乙在紧要关头之际表明身份或者露两手技能惊艳全场，当场打脸某甲令众人慑服。这种影视桥段超多，中国是多么渴望打脸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，就是有这种市场才会有这样的题材。网友 Liberty Lee 说，学历歧视，教育产业化的各种内卷，各种歧视，985看不起211， 211看不起普通一本，本一看不起本二，本二看不起本三，本三看不起专科，专科看不起没上过大学的。网友 KL 说，最简单的例子，以前到处贴的标语，讲普通话做文明人，潜台词是啥，傻子都懂吧。网友 CC 华和 Flip Yes 说，年龄歧视，超过35岁，任何公司的基础岗位基本都关闭了。网友林 Sting 说，我小学5年级被劳动课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骂我长得傻，20多年来从未忘记那一天。网友清风大地说，除非你是正黑旗在中国生活，可以享受1年18万奖学金，3个学伴，宿舍空调。网友 0Z 引用了鲁迅的《灯下漫笔》回复说，奴性极重的人对同类一定极其凶残，因为他们从奴隶主那里失去的自尊，需要从同类中得到补偿。
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，我是 Klaus，我们下次再见。